韩小姐，你们公司的护工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吗？啊，我实在抱歉，韩先生，您家真的不太好找，我现在在南门附近。我已经让人去接你了，尽快吧，我儿子情况特殊。啊，这个您放心，经理已经全部都交代给我了。哎，你好，您是韩家的管家吗？您是安老师？哦，不敢，叫我小安就行。年轻。我们别让病人久等啦。哦，好，安老师，这边请。您走。这边。安老师，这边请。现在的脑瘫患者都这么帅吗？齐路，安老师到了。我们家七路情况有点特殊，多费心。应该的。那就交给您了。您好，您放心，不管你的情况多特殊，我都能把您照顾好。你干嘛？导尿啊！你有病！四肢不协调，是脑瘫。哎呀，七路，是你有病，放心。你别过来啊！七路乖，我们上岗前是受过专业培训的哦。来，你别来！哎，你别跑啊！救命啊！你过来！七路，你没事吧？妈，哎呀，你看我，七路。喂，经理。安初夏，你搞什么？严重脑瘫客户找不到你人，投诉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。你从今天起别干了。你不是脑瘫啊？哦，不，我不是骂你的意思，我说那个脑瘫是病。我真没骂他。韩夫人，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？好。那个女孩子能够治好你家齐路。我明白了。初夏，你的情况呢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你妈妈病了。真的很抱歉，你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好不好？你别跟我妈说呀。傻丫头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这是在跟你谈条件呢。条件？对呀，我出钱给你妈妈治病，你呢给我儿子治病，怎么样？我每天还给你开一笔固定的工资。你开玩笑的吧？我已经把你妈妈转到了单人病房，而且啊，你以后可以跟我儿子一起念书，继续你的学业。我不同意。我现在只希望他立刻马上从这里消失。齐路，你是希望妈妈跪下来求你吗？
也罢，为了你。啊，夫人！哎呦，万万不可呀，夫人！七路，您忍心看夫人她这样吗？菲菲，这个呀是智能检测手环，这个可以记录你们相处的时间、距离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们每天都要保持在1米之内的距离，8小时以上。只要在规定距离内，手环就会自动亮起。马凯，对不起，之前那个事情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了吗？我知道你不愿意，可是我还有答应你妈妈帮你治病的事情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如果你真觉得抱歉的话，你就去跟我妈讲，你辞职。做不到。那你的抱歉毫无意义。喂，就算要辞职，也要给我一个申辩的机会吧。你们家的工作连试用期都没有吗？试用期就今天，完不成的话，你走人。走着瞧。退，再退，再退，就是这个距离，不准跑远。你故意让我完不成任务的吗？你这还没笑话呢。你也挺入处吧？你别这样看着我，只有你旁边有座位，我要是不坐这儿，我就得出去了。这边有什么问题吗？再吵，滚出去。那你在这儿，我找你半天了。我可按照你的要求保持距离了。不是，这天台这么大，总不能只许你待不许我待吧？你喜欢天台？啊，那你自己待着吧。喂，韩七洛，我怎么出去啊？喂，算我识人不清，韩七洛就是个弄血恶魔。
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。如果我说我把手环摘下来给你，可是呢，我现在心情不错。那如果你心情好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？也许。要不你把你的手环给我吧，我也可以离你远一点，完全就是双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是认真。你就这么想要这个手环吗？行，从现在开始直到下午最后一节课，如果你能让我心情变好，我就把它给你。我在这儿不会让你心情不好的。你觉得呢？我马上走。哎，不对呀，他这么轻松就把我支开了。我缺课不说，每天8小时的任务也完不成，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差点中了你的计。看来也没有很聪明嘛。2个小时才发现。那还不是因为我……等等，那不会是你女朋友吧？这是你女朋友？我现在心情很不好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无情很可怕？可以给你，我现在想吃一份提拉米苏。好，站住！你去找他麻烦了？没有啊。以前我是懒得和你计较，但是从今天起，我请你收起你的任意妄为。你为什么要护着他？我才懒得护着他，我只是非常讨厌别人总是误会你是我女朋友。要是韩七路有你这么好说话就好了。你这么受韩七路的气，值得吗？值。昨天韩阿姨跟我说了，已经帮我妈妈找到了合适的肾源，等她情况好一点就可以手术了。那太好了。所以啊，我现在要去店里兼职，反正手环都在我手上，我要赚2份钱。走，走。那个，我不吃也别浪费嘛。陈川店里的提拉米苏都是用的最好的材料，光是软化芝士那个……你很了解。我之前在陈川店里打工的嘛，不得不说，陈川是我见过最良心的老板。要是觉得可惜，就留在这慢慢吃。我说什么了？韩七路是个浪费东西的大坏蛋，哇，圈圈诅咒，今晚做噩梦。看一下，怎么记录还不下来？是。七路啊，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没事吧？吃吧。不会吧？我随便一写就灵验了吗？我看呐，这件事情就是个巧合，肯定是你想多了。可是我还是觉得韩启路今天怪怪的。在背后议论别人就不怪了。你这人怎么走路没声啊？跟个幽灵似的。还我。不还，那我就当你主动辞职。
如果还想完成任务，不可以超过1秒。干嘛突然给我这么多书啊？马上就要考试了。你打算连夜复习？不是我，是你。为什么？如果这次考试你考了倒数第1，就没有旁听的资格。合同里没这条吧？合同里是没有，但是甲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给乙方增加条款，所以我把它加上。还不快去复习？在这干嘛？自己睡不好觉，不想让我睡。完全。起路，考试，灵光弹。韩七路，满意了吧？我现在跟你一样困。醒醒！啊！醒醒！安初夏，到。是你。韩七路在里面呢，你要找他进去，别打扰我睡觉。哎呦！你干嘛啊？你给韩七路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让你这么靠近他？什么迷魂汤？韩七路他有病！你居然骂他！喂，你干嘛？他就是有病啊！他这么对你，你居然……喂！除非你认错，我不道歉，你快开门！道歉我不开门。喂，小妹，你认错，你不知道今天考试吗？老师让考半天了。哎，你搞什么？哎，韩同学，马上要考试了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弃考直接算0分。你干嘛？安初夏呢？你问我，我还问你呢。你不是要求他不许离开你1米吗？安初夏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安初夏，安初夏，我让你找校董会查监控，为什么还没有找到？那监控多，你多找几个人去找不行吗？找到初夏了，这边，快！谢了，来，走。我去，这怎么还抱出人来了？吓死我了，以为他晕了，结果只是睡着了。哎，醒了。天哪，我都已经困出幻觉了。笨死。几点了12点半了。哎，干嘛？考试，期考0分。没用的，都已经晚了。我是来道歉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你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就是太生气了。但是我后面想救你的，可是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到底哪儿惹你了？你好意思说？你当着我的面骂韩七路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七路，他说你有病。我有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七路，不行！
你没事吧？哎，启薇，痛吗？你哪儿来的？这个我跟韩管家要的，随时带在身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送运了。还挺用心的。有什么办法能够快点治好韩七路呢？要不试试1分钟肢体接触？该怎么开始好呢？既然你这么喜欢笑，那你继续站在这里笑好了。喂，看，这么多人呢，在哪儿呢？哇，西薇，你考第1名哎！考比上次进步好多，哎，高这么多。嗯，考第1还这么争气啊？听说那韩七路是因为按初夏才去考的，不然莫新伟怎么能考第1？缺考可是0分。对不起。没事。你们仨为什么无故缺考啊？安晨川，你笑什么？报告老师，我是觉得难得能和韩七路考一个分数。缺考0分，你们知不知道有多丢人啊？对不起，老师，你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，别惩罚他们俩呀。他们俩是为了救我，所以才没考试。因为你？怎么回事？因为我不小心被关在了琴房，然后他们2个去救我，然后就没有赶上。这种莫名其妙的说辞，谁能证明？老师，我能证明。西薇，你怎么跟着他们一起胡闹？我没有胡闹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考试之前，我们4个人在外面打闹玩，琴房的门正好开着，安初夏被关了进去。他们是为了救他才缺考的，管理员可以作证。下周给你们3个补考。谢谢老师。他怎么不复习啊？这种人，你觉得他需要复习？原来他这么厉害。我还有事儿，你先复习啊。看书看我干嘛？这书我不是看不懂吗？要不把你笔记给我看看。笔。他这样看还挺酷的。考试内容就这些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有脑子。哦。你是在骂我没脑子吗？嗯。那个有些地方我还是不太懂。我对你的智商本来就没抱太大希望。进来吧。考试的题就这些。如果实在不会，就把它背下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
你给我这么多书干嘛？我知道，你想让我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明白的。我能把这些给陈川看看吗？随便你。你好好说。这道题太难了，我只能死记硬背。看什么呢？看题。会吗？还有什么不会吗？陈川，你等一下啊。跟我来。我有个问题要请问，怎么能够触碰到韩七路，又不被他反感？触碰到韩七路，你为什么想碰他？我为什么想碰他？暗恋他。啊！行了，别装了，都没听到。哎，你别管这些，有没有办法？这办法嘛，倒是有。你可以趁他睡觉的时候，偷偷摸摸的摸摸。哎呦，我考虑一下吧，你再帮我想想，我先走了。说都不说一声就走，还以为你丢了，吓死我！喂，哎！喂，哎，你怎么啦？哼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这人明明昨天还好。你说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？说变脸就变脸。你在手里藏一点纸屑，然后先尝试性去碰碰他头发，看看他反应。万一他要是生气的，你就说我在帮你整理头上的衣物。来，你演韩七路，我演你。我演韩七路。七路呀，你头上有东西，你别动啊，我给你拿下来。怎么了？我看到韩七路。你看花眼了吗？韩七路从来不来餐厅的，传说他不需要吃饭的。还真像阿姨说的那样，韩七路的老爸跟韩七路一样吓人。都是你，一回来就把家里整得死气沉沉。你看我干什么呀？本来就是嘛。你不在的时候，咱们七路啊，在小初夏的陪伴下，开朗了不少。七路啊，你说。我知道了，你先说。试一下吧。
等一下，那个，你生气是不是因为我跟陈帆说我暗恋你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那是因为我想尽快帮你脱敏嘛，我又不能告诉其他人你的真实情况，没办法。哎，你要是真的很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去跟他解释的嘛。不用。那也没有什么难。这几乎和模拟题一样。发什么呆？这就是你和安正川想出来的办法。你要是敢把纸屑放到我头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，我都知道了。哎呀，虽然你平时冷着一张脸，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。这次也是因为我和陈川，所以才……口是心非很酷吗？你就不能真诚一点啊？安初夏真的很丑。今天一定不能辜负阿姨。我头脑粉，我妈又催你完成任务，是吧？是，我只是不想让阿姨失望。他是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吗？还是没有查到。毕竟是14年前的事，查起来……行，这件事别让我爸妈知道。好的。你要干嘛？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觉得你不开心。你干嘛总是把什么事都憋在心里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啊？让我想一想，怎么能让你开心一点呢？有了，看嘛，我们来比赛，看谁会被小狗咬到。你是小学生吗？那我先来，该你了。那我再来一下，你试一下。小巷被风吹成糖果色，悄悄和你对视又闪躲，你和蝉声凭沉默编织在我的心中，你的眼里满天星河，我和你玩笑问我是哪个，你偷偷问我那么笨拙，你就像我漫漫时光，最最用心偏爱的夏天，想把所有小小欢喜和心意都捧在你眼前，牵你的手擦掉终点，遗忘时间，浪漫的冒险，江上下着蝶，让余生倾泻，品尝永远在你身边。我去，
七路和安初夏吗？他们竟然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会在一起？给我看一下！哎呀，你别那么小气嘛，你让我看看。就是他，那个新来的安初夏。听说他已经和海秋的同居了。真的？我妈妈下周就可以手术了吗？太好了，谢谢阿姨。这么客气干嘛？你就安安心心的跟七路一起念书，你妈妈那边啊有专人照顾。手术前我会安排人送你去看她。啊，太谢谢阿姨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。哦，对了，阿姨，我今天完成1分钟结束任务了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大福星啊！他们八成是在一起了。我觉得也是。你们想想看，初夏第1天上学就敢坐在韩大公子身边，这简直是霸总小说中的现实，简直太甜了吧！够了！韩七路不可能看上安初夏这样的人，他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七路，我只是……你说的没错，我绝不可能和安初夏在一起。所以，那张照片就是安初夏她自己 P 的。啊！看就是他，真看不出来。对呀，还有心机。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个 pad 我真的不知道它夹在书里面，那个桌面也不是我。好吧，怪我没有及时把它换掉。你要是真的很介意的话，我也可以把它换掉的嘛。安初夏，你只不过是在我家工作，凭什么给我造成困扰？这是什么狗血剧情照进现实？你今天怎么没有跟在韩七路屁股后面啊？就算住在他家又怎么样？看不上，还是看不上。对了，忘了跟你说，我今天要找七路约会。约会。哎，约会不行。哎，等等！到声了，走。药呢？什么呀？烫伤药，你随身携带的。爽。你不生气了？我。时间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时间到了。等一下。到时间了。哎。我先去睡觉了。初夏，我想把你们的接触任务改成10分钟啊，10分钟。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为难，但是七路的病你知道的。来，每天多记述10分钟，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呢？
哇！发什么呆呢？想去啊？我要演的有眼泪，要演技有演技，为什么不能去竞争一下女主角呢？你要不要没兴趣。试试男主角呀？怎么了？你不是男主角吗？怎么还兼职当搬运工啊？嗨，初夏在做道具呢，我去帮他。等下，她不是女主角吗？啊？女主角一直都是熹薇啊。哦，初夏一直想竞争那个灰姑娘角色的，不过事里早就定了，我跟熹薇才是王子与公主。放心。啊？我帮。哦，行，那谢了，我先去排练了。还以为把台词记熟了，我就可以脱颖而出了。难道我就没有当女主角的命吗？你怎么来了？画的真是够丑的啊。来让我画。如果情绪被暮色侵袭，我会静静地守护着你，做一颗星，闪耀在你的孤单岛屿，等某一刻回忆。马画好了，还要画什么？南瓜马车。没事，我再陪你画就是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画的，笑什么？哦，你鼻尖上有眼泪。对，刚才，现在。韩七路，你也有。对不起，不说，你把我怎么样？安初夏，秦妹，你没事吧？熹薇是确定没办法上场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必须选出一个新的女主角。你们看我干嘛？初夏，哎呀，我之前是想过竞争上岗，但是现在上去会不会不好？可是目前除了你，
没人背了辛德瑞拉的所有台词，更何况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但是我舞还不会跳呢，让陈帆教你不就好？来吧，我教你。那我试试。我左手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侧右脚，1，然后上右脚，2，然后撤左脚，3，哎，啊，没事没事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！好，先撤右脚，来，1，2，你这把不是熟练很多了吗？对，3，哎。哦，没事。还有多久？哎呀，要这么想跳舞的话，就得在这练吧。等等我！哎，初夏，你还练不练了？等等我嘛！虽然这么说很不厚道，但是莫奇薇受伤，我就成了女主角。有那么开心吗？当然了。哎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我还想让你教我跳舞呢。他怎么还不来？我怎么把每天10分钟的任务给忘了？不跳舞了？哎呀，跳舞当然很重要了，但是每天10分钟的任务是更重要。二子？啊？只教一次。哦。对不起。没事。对不起。没事，再来。你是不是不分左右啊？一点点。一点点。你知不知道从刚开始到现在，你共踩了我多少脚？算了。你不教我了？你踩我脚上吧。啊？就是你踩我脚上，我帮你辨别左右。
师傅，你踩你脚。学不学？学。抓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他俩真般配，太好了。那个，谢谢啊，谢谢你帮我弄道具，还教我跳舞。你会去看我的演出吗？没兴趣。哦。我明明记得衣服就放在这儿啊，怎么找不着了？来不及了，初夏，演出马上要开始了。你快去，快去，我在找你。你看穿在里面没用，不是一个人都敢干，东东都没面子。啥没面子？咋还不来啊？就这个灰姑娘都没有王子吗？有点糗。会不会是史上第一个被王子晾在舞会上的灰姑娘啊？要不先下去吧？对呀，干嘛呀？是吧？别等了，看这现在。他在等什么？多糗啊！嗯。好帅呀！对啊，哇！你为什么不来呢？我不来，你怎么办？跳得不错，灰姑娘。你看，他们跳得真好。初夏终于等来了属于他。
齐路啊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个惊喜，你看，怎么样？怎么？这么有情趣。初夏，那你看看你喜欢哪一张，我把它放大裱好，放在你房间。啊？不用了，阿姨，真的不用了。样还是太青涩。那个照片和小视频我可都看了。前天晚上的那个演出，作为辛德瑞拉的初夏，站在了舞台的中央，却迟迟等不到王子。就在电光火石之间，天空一声巨响，齐路闪亮登场。哎呀，我就是听说啊，你看到初夏站在舞台上，不顾一切的上去给他当王子了嘛。我只是不想搞砸了学校的话剧演出，我只好明慢着。嘿，你这，初夏，阿姨，她说的没错，她真的不是为了帮我。哎，你们啊，就是口是心非。想去露营。他和向家小姐有婚约，等她病好了，我就得离开。本来也不是一路人嘛。喂，陈川，甜品店啊？好，这就来。齐路，咱还去美术馆吗？美术作品已经欣赏过，我突然有点想吃蛋糕。我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哎，你说不说？啊！我说，我说。所以，我希薇答应你了。他只是答应给我个机会。女孩子答应给你机会，你已经成功一半了。啊，相信我，没错。我肯定信你啊！韩七路那么难搞，都被你搞定。不是，我跟韩七路他不是。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在你这儿？他给我的。不，我是想着，反正你都住在他家，就顺手。你猜我没有翻开过？一个纸杯蛋糕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那就没问题。喂，夫人，您真是料事如神呐！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吗？他就是动心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只能学小男生的样子，
逗自己喜欢的小女生。哎，原来韩七路的心也会跳啊！抱歉，不看你们的日剧。如果情绪被暮色侵袭，我会紧紧地守护着你。我不是已经道过歉了？闪耀在你的孤单岛屿，等某一刻回忆。管家呢？他那天生病了。我开车。明王，翻车！你是把我当你司机了是吧？坐前面。换个吗？你怎么了？胃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是早餐蛋糕吃多了。没事儿，赶紧走吧，要不然天黑之前就到不了了。我先去找个地方录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然我该在哪？在你自己的房间啊。这就是我的房间。那我的房间呢？也是这间。可是这只有一张床。酒店只有这一间房啊。如果你不想睡这，这就睡车里。那你睡床，我睡。找老板拿被子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你上厕所的时候。谢谢啊。我怕你晚上折腾，吵我睡觉。不吵啊。对不起啊，这个沙发有点硬。
睡吧。啊，不太好吧？你这样吵我，就根本就睡不着。明天我还要开车，不然你来开吧。我没驾照。那不就得了？放心，我肯定不会碰到你的。一点都不会碰到的。吵死了！你是被人绑架在这里的吗？你不要怕，我来给你解开绳子吧。睡相也是够难看的。我上厕所。你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感觉你有点失落。安初夏，嗯，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讨厌你吗？因为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不是因为这个。是，我从第一天见你我就知道，你早晚有一天会看穿我的情绪。这一点让我很不爽。所以没有所以，我先去收拾，出发。所以你现在不讨厌我了？大海好漂亮啊！你想把帐篷搭在哪儿啊？那儿吧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会搭帐篷？不会啊，但是我可以学呀，我学习能力很强的。我对你的智商不抱太大希望，我当
哎呀，我可以帮你一起搭帐篷，我还可以帮你推车，对吧？走。下去。推。不是说你这账不够吗？但是这整个帐篷都是在我的帮助下完成的呀。我就不爽了。你没记得我放了2张床垫，怎么只做1个了？难道今天晚上又要跟他睡在一起？安初夏，你什么意思？对不起啊，我只带了1张床垫。不过我已经想好解决的办法了。看，在这个床上贴了一条38线，我保证今天晚上你一丁点都不会越过这条38线，绝对不会打扰你睡觉的。再说吧。喂，你去哪儿？去海边啊。哎，你等等我。我这么小？虽然他个头不大，但是他很霸气。哦，就跟你一样，张牙舞爪，横行霸道。安初夏。哎，别走啊！好漂亮！许个愿吧。许什么愿？希望韩七路的病快点好。该你了。好。没了。哦。那我们拍照吧。我有去过。拍吗？嗯。可以吗？我给你拍。转过去。耶！2只手嘛，2只手好看。你确定？这个造型好像不太适合你哈，那我们还是1只手吧。这个。好，预备，1、2、3。
不错吧？我们拍个合照吧。好。可以吗？我再给你拍一张，那边好看。这里。1、2。哎，那个是莫西薇吗？莫西薇，他俩干嘛？我是想，不对。你也来看海吗？哎，别动！莫西薇，咱俩是同学吧？你有什么事你可以说出来吗？我帮你。我的事你又帮不到，少在这烦我。哎，别！哎，你干嘛呀？你给我上！你给我放开我！哎！对不起啊，我以为你是因为被拒绝了，我就想不开呢。喂，本大小姐是这样的人吗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本来想好好散个心的，现在倒好了，衣服全湿了。把我的衣服借给你。你的衣服？算了吧，你那些衣服那么幼稚，谁有穿啊？那要不别看我的衣服从来不借人。那等着吧，你的衣服马上就到。走，我们去买饮料。饮料不是带了吗？这叫给他们制造二人世界的空间。不懂。再说了，我们本来只有2个人，现在有4个人，当然要多买点了。这下好，晚上就热闹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不喜欢人。没事，二人空间挺好。你真的喜欢莫西薇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韩七洛，你不要仗着西薇。我只想知道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该做些什么。你出现？哎呦，韩七洛，你也有今天？你这个天才脑袋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没有什么是该做的。当你控制不住去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控制不住的去关心他，记住他的一切，对他好。仔细想想，陈冲还真的挺厉害的。莫七薇那脾气，可不是一般人能。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，就是你的生理期是？现在，如果你就在我的身边，走快点，你们！合起来，走。
好玩吗？晚餐也不会见，泡面需要加个蛋，做成爱心一般。早中晚很简单，只要有你就不孤单。你们两个出来玩不要不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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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走了。玩这个。过分的甜，过分的喜欢，一天一年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转圈圈，围着我你转圈圈，说整个世界一眼。走，再往这边，再往这边，这边一点，这边一点。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还有12秒，还有12秒，还有12秒。来，3、4，可以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快！放心，我马上，我也可以。好啦，相信你。有我的身影。过分的甜，过分的喜欢，一天一年，永远都不会改变。转圈圈，围着你我转圈圈，我的超能力，你肯定猜得到，就是我超喜欢你。我现在，如果你就在我的身边。来啦，你们选一下。你没事吧？冰好了。那我也该。发什么呆呢？初夏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阿姨，我有个惊喜要给你，快坐。什么惊喜啊？把手给我。启洛，爸，我的病好了。初夏，启洛，启洛，这么多年，妈妈一直都想抱抱你，今天终于满足了。辛苦了，爸。初夏，这是我们家的小福星呢。阿姨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二他爹，启洛的病好了，你快过来看看呀！你快看看。
韩管家，您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问我？七路，过2天就是您的生日宴了，夫人让我问问您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？今年有什么特别的？或许说是什么特殊的礼物也说不定呢。特殊的礼物啊，不用太贵，用心就好。他听见了吗？哎呦，七路，您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请初夏参加您的生日宴啊。谁想邀请这个笨蛋？初夏呢，他治好了您的病，咱们韩家上下都对他特别感激。夫人和韩总也特别希望您能邀请初夏。这么说也对。韩七路要过生日，送什么礼物呢？喂，盛川，你们男生一般都想收到什么样子的生日礼物？你要送谁？韩七路要过生日了嘛。你有钱吗？我有没有钱你不知道。哎，我觉得吧，只要是你送他的，不管什么他都会喜欢的，毕竟是你的一份心意。心意？霸道总裁的方式对女生直接吻上去，啥乱七八糟？你就是七路哥哥。你是谁？来找爸妈的？他们在里面。突然找我有何贵干啊，韩大公子？如果你跟莫西薇表白的话，你会打算怎么做？表白？突然问这个干嘛？我想……哦，你要跟初夏告白？来，你过。你确定他这样会喜欢？放心，是个女的就会喜欢。其实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这样，过2天我生日聚会上，你得帮我个忙。怎么样？小王子，你该不会是在暗示韩七路就是你的王子吧？是，我就是觉得这个好看。哎呀，不管你做成什么样，他都会喜欢的。对对对，他肯定会喜欢的，即使做成一坨，他也会喜欢。那你们2个要帮我保密，千万不能告诉他哦。好了，我去忙了。初夏，你记得他生日当天要穿红裙子，为什么？我听说他小时候就喜欢红色。好，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红色的裙子，我真的要穿一条红色的裙子去韩七路的生日会吗？红色会不会太夸张啊？我到哪儿去找一条红色的裙子嘛？初夏在吗？阿姨请进。初夏，你看，我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这个，感觉很适合你。哎呦，我的眼光真不错，的确好看。哇，阿姨这个我不能收。怎么不能收呀？你把七路的病治好了，那我这个就当做谢礼了。你要是不收的话，那我就当你不能领我这个心意了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阿姨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就收着嘛。走了。
夫人，嘘，小声些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我已经让初夏收下了。不过刚才我有点太紧张了，不知道自己演的好不好。你说七路这个死傲娇，也不知道像谁了。像我呀。啊？像韩总。你说送就送呗，还得瞒着初夏，七拐八拐的让我去送。七路他可能是不好意思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是送到了，剩下的就让他自己努力吧。生日会结束之后，韩七路应该要去找向南葵了吧？我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安初夏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哇，韩管家好厉害哦！那当然，我可是一个能干的管家。需要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不用。哎，初夏，你这身裙子很好看啊。对吧？七路肯定会喜欢。我还是帮你吧。也行。七路。哦，谢了，都小事儿。哦，对了，你看到初夏了吗？应该还在房间吧？西北已经去找了。怎么样？紧张吧？放心吧，一切都安静了。各位朋友，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七路少爷的生日宴。现在我宣布，韩七路20岁生日宴正式开始。下面有请我们韩七路上台为大家讲两句。今天是我20岁生日，首先感谢各位来宾的到来。大家一定觉得我拿着话很奇怪。一个惊喜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其实今天我想宣布一件事。初夏不见了，他不在房间里面。怎么可能？初夏会去哪儿？我之前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他都还在的，连裙子都换好了。等一下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隆重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小儿的未婚妻肖曼辉小姐。同时，也宣布一下他们的婚讯，二人将在法定年龄后完婚。不对呀，昨天刚相病，怎么今天就冒出个未婚妻？初夏，我们家非常感谢你治好了我们家齐鲁的病。怎么样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韩总，接下来我想好好照顾我妈妈。很好，你是个孝顺的孩子。今天我会在宴会上宣布一下齐鲁和向小姐的婚讯。如果齐鲁和其他女孩还一直在一起，恐怕有些不妥。
韩总，本来我留下来就是给七路治病的，现在他的病好了，我确实应该离开。我也不想引起向小姐的误会。这是你送给七路的生日礼物。七路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突然间出现了一些普通人的烟火气，的确会让他感到好奇，但好奇也是一时的。我明白了，韩总，谢谢你。七路哥哥，没想到你这么有心，还特意给我准备了玫瑰花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七路哥哥。七路哥哥，这孩子。找那个女孩的事情先放一放，你帮我找个人，她叫安初夏，跟我同岁，她妈妈呢刚做完肾移植手术。对，请。七路，你让我很失望。那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？跟夏曼奎订婚、结婚？这件事一早就和向夏定好的。是你定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听听你说的什么话？爸爸哪点对不起你？你光考虑自己的干什么？你考虑过爸爸吗？向家和韩家必须要联姻。谁都有资格说这话，就你没有。你当年是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学校里的？我是怎么被绑走？那是因为你的事业。我和向满奎结婚也是为了你的事业。咱俩到底谁自私？齐路啊，别跟你爸一般见识，妈妈支持你啊！你在找初夏是不是？他妈妈的手术啊，是我给他安排的医院做的。虽然呢现在已经出院，但是肯定会回来定期复查。或许你可以。谢了妈。喂，我在医院里。初夏没来学校，手机也是关机。我问学生处了，是你爸给他办的退学手续。我不喜欢安初夏坐在你的旁边，但现在那个向麦奎坐在你旁边，让我更不爽。西薇，我有说错吗？向麦奎坐在安初夏的位置上，你能忍啊？好，你帮我找一下初夏，你找到他，立刻联系我。你放心，有消息立马联系。七路哥哥，你今天怎么没来上？韩七路，希望你以后能够开心一点，幸福一点，不要老是那么孤单，那么难过。如果情绪被暮色侵袭，我会静静地守护着你，做一颗星，闪耀在你的孤单岛屿的某一颗回忆。你心底的谜底，我或许是谜底，环绕般近距离，变成了同一种默契。我听见了声音，是比记号心跳的频率。我知道你暂时说不清，我可以等你慢慢的靠
近。喂，你记不记得初夏1年多以前就在我店里打蜈蚣？记得，怎么了？还得是我心细，把他当时入职的登记表保存下来了。他在上面填写了家庭住址，我现在拍下来发你。好，谢谢。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不能来咱家。怎么，你还想躲着我？不是，夏夏，这是你朋友？不是。阿姨，之前初夏在我们那儿工作。是我老板的儿子吗？原来是恩人的孩子，真是太感谢你妈妈了。这么晚了啊，我车坏在外面了，我叫不到头车，我也打不到车，所以我只……你这孩子，咱们受了人这么大恩，也不知道请人进屋来坐。您请进。您看啊，这个都是垃圾软件，特别占内存，然后你要这样，然后就好了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越用越慢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你这么年轻，又聪明又有礼貌，肯定很多女孩子喜欢吧？阿姨，我其实不太会讨女孩子欢心。小韩，要是不赶时间的话，留下吃个午饭吧。妈。哦，时间不赶，我时间多的是，我可以留下来。那就好，我亲自下厨炒几个菜，就当感谢你们。夏夏，你去买菜吧。阿姨，我陪她一起去，走。好。我还以为你很厉害呢，买菜也不会，砍价也不会，笑什么？我觉得你砍价很厉害。那倒。你看什么了？啊？哎，我的菜！哎，怎么了？七洛，都怪呀你们，都怪你们韩家！我的工作没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你们把我什么都抢了我一定要抢到你们的！七洛，韩七洛，你别吓我，你别吓我！你怎么了？韩七洛，你别吓我！你别吓我！韩七洛。你还好吧？我想起来了。啊！你是那个救我的小女孩。
我小时候救的是你啊！好啦，别想了。初夏，谢谢。你这声谢也太久了吧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哪有救人救一半，把人扔路边的？喂，我哪有把你扔路边？我是看你口渴，去给你找水喝了。可是我又没有钱，我只能去给你接一杯水。我把水拿回来，你人已经不在这儿了。你走之后没多久，我爸就找到了我。可是我当时是昏迷的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说是一个小女孩救了我。他们说没有那个小女孩，说一切都是我的幻觉。我费劲巴拉的救你，你说我是个幻想？我当然没有觉得是幻想，所以我一直在托人找你。这么多年，我实在不记得这个工厂的位置。后来又生了病，本来我想等生日宴之后，自己好好找她。所以你一直在找的是我啊？那不然呢？我以为是那个向家大小姐呢。我找她干嘛？我躲她还来不及呢。那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找，都没想过放弃，这么执着？哦，我的菜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妈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跟你说我救了一个小男孩？你猜他是谁？韩七路，我救了韩七路。啊，真是太巧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夏夏，当年你兴冲冲地跑回来跟我说你在废旧工厂里救了个小男孩，我不是不相信，我是怕惹麻烦，所以才骗我说的不信，也不让我往外说。您是不是知道绑架我的人是谁？他是我一个车间的同事，当年韩家突然说要关掉工厂，本来该有遣散费的，但是我们所有工人1分钱也没拿到。她运气差，一时也没找到工作，她丈夫要跟她离婚，唯一的儿子也被带走了，她的精神就彻底出了问题。其实工人们都知道我被绑架了。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她整天胡言乱语的，突然跟我们说她把韩家的儿子绑回来了，我们只当她是说胡话，后来联系了居委会，就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。因为所有人都不相信我被绑架了，所以他被关在精神病院之后，导致我被困工厂那么久，直到出现发现我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家关掉工厂是个硫化产业结构，当时我们家肯定是拿出了一大笔钱给工人当做遣散费。但是我们真的没有。哦，阿姨，我没有在质疑你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还您和各位一个交代。如果真能查清楚，那真的是太好了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下好了，在我妈眼里，你就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活菩萨不敢当，我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安七路，你不怕和家里闹翻吗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父亲应该不知情，向家肯定在里面捣鬼。可是向家你，毕竟你们还有婚约嘛。算了，回去。喂，是我。帮我查一下14年前布料厂裁撤一事，重点查资金流向，还有向家的财务状况，尽快。
七路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都在这等你一天了。你是有什么不开心的吗？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？时间不早，回去吧。我不要。随便你。哎，七路哥哥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总是对我这么冷漠呀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们之间可是有婚约的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婚约解除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婚约可是我爸爸和韩伯伯10几年前就定下来的，不是你想解除就能解除的。解除婚约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和你爸还有我爸都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我很清楚我要和什么人过一辈子，那个人不是你。我支持七路。作为韩七路的母亲，我同意解除婚约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婚约的？我的儿子有自由恋爱的权利。胡闹！我早就说过，我不会接受这种荒唐的婚姻。跟什么人结婚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即便您是我的父亲，也不能来安排我的人生。你是要气死我吗？难道我会害你不成？韩家和向家一切都是休戚与共，你和向家的女儿在一起，这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向家不干净，你说什么？您真的没有怀疑过向家？当年不料厂裁员一事，我怀疑向家私吞了工人的遣散费。你有证据吗？但是没有证据，就不要瞎说。那如果我找到证据，指证向家，您必须要给我取消婚约。只要你能找到你所说的证据，证明向家真的不干净，我就同意取消婚约，以后再不干涉你。夏夏，你跟妈妈说实话，你和那个小韩到底……妈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他妈妈是我老板。可你们俩的关系，我瞧着，妈妈不是要干涉你的个人生活，小韩也是个好孩子，但是咱们家和他们家这种差距，我怕你将来……妈，你真的想多了，我和韩七路顶多算普通朋友。我去看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需要你妈妈的帮助。还好我们一直没有搬家，所以大多数票据我都留着。当年领工资都是去财务那里签字拿工资条。除了这些，你还能找到工友的联系方式吗？啊，通讯录在这儿了。那些年不是人人都有手机的，所以厂里就做了通讯录。只是不知道这些电话号码还是不是在用。阿姨，这本通讯录可以借给我们吗？需要就拿去吧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。已经很好了，谢谢您。我在想，如果能找到当年的财务，以它作为突破口，应该可以支撑向家。老梁那一家，7、8年前就搬走了。那您还能联系到他们吗？找不到。天烈姐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初夏。安初夏。对对对，你想起来了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妈妈还能联系到之前在工厂做财务的梁叔叔吗？我妈都去世已经3年了。再这么找下去，完全就是大海捞针了。那这样，我们分开找。如果你有消息，立刻给我打电话。好。不管怎么样，今晚9点在你家门口见我。请问，你是梁百胜吗？你是啊。当年布料加工厂是我家开的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找你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。韩家给的遣散费去哪儿？我想你作为财务主任，不会连账本都没有。哎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陈谷子烂芝麻事了，我留着账本干什么呀？你不留账本，就不怕向家卸磨杀驴呢？
我时间有限，你只要把账本给我，我定可以让你全身而退。偏偏这个时候手机没电了，不知道7楼能不能这个粮食。是我。你吓死我了！你鬼鬼祟祟跟着我干嘛？什么叫鬼鬼祟祟啊？你电话打不通，我肯定担心你啊。我手机没电了，我今天打了一天电话的嘛。那我找到他了，而且你拿到账本。太厉害了，韩七路！我看了账本，向家的确私吞了这些钱。那你快把账本拿回去给你爸看啊！不急，你到家我先送你回去。哎呀，我家就在前面，没2步路了。你快回去给你爸看，快快快，走啊走啊，没事儿，走，拜拜。韩七路，就你也配叫他的名字？你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知道你是谁就行。安初夏，你想干嘛？我呢也不干嘛，就是想请你啊去我家做客。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在做什么？我还想问问你在做什么。我从小就喜欢你，我们之间还有婚约，你呢？平时对我爱答不理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宴会上，还任由你妈妈羞辱我。都是因为他，就因为他你背叛我，他在破坏我原本美好的生活。我上次已经跟你说的够清楚，我们解除婚约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我执迷不悟？难道不是吗？怎么说你都在护着他，我不明白了，我哪里比不上他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不管我身边出现多少人，我都选，懂了吗？这是材料厂财务主任梁百胜的账本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了每一笔韩家的遣散费是如何进入上家的口袋。这很惊讶吧？我再说说我当年被绑架一事，为什么会变成无头悬案？就是因为向家私吞遣散费，逼疯了一个下岗女工，才导致我被一个精神失常的下岗女工绑架。现在那个下岗女工就在精神病院。难怪一直找不到绑架你的那个人。你们为了顾全大局，封锁了我失踪的消息，所以才导致我被困工厂那么久，直到初夏来救的。初夏，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。我只是……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安初夏，这是你的阴谋吧？我看这个账本也是假的。爸，证据都在这，取消婚约吧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向家人做事儿，你还把他们当兄弟，这下好了吧？被兄弟捅刀了吧？好了，你就别说我了，婚约解除吧。韩婆婆，这都怎么回事？爸，你看他们都欺负我。这样说，这个账本还记得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啊？现在听不懂没事，等到了法庭上，估计听懂了吧？老韩，你这个儿子，我这儿子很好，他说的没有错，现在的一切都于事无补。我们法庭见吧。老韩，我当年只是一时糊涂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不至于。爸，他们明明就是在诬陷你，你干嘛要去求他们？先冷静一下，我回去跟你解释。
初夏，当年的事情是我的失职。干什么？我妈交代你的任务都没完成，你走什么？我完成了呀。我病都没有好啊。你病好了呀？又犯了啊？被夏曼奎吓的，又犯了。怎么可能？是，咱们七路啊又犯病了，你看我都不敢摸他了。初夏，你看这么好不好？你等七路啊病都好了以后，你再走呗。啊？可是我妈妈她在，你给她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你要是不好意思打，我帮你打。可是我还是……初夏，就当是给我个面子嘛。对呀，你不给他们面子，你总得给我个面子吧？你不会连我也讨厌了吧？不是，那好吧，我就先留下吧。太好，你怎么还留着这个？没了，还不是有人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偷偷跑了，我真的很生气。你又不是只过这一个生日，明年我补上。你说的？蛋糕不错，吃了。你给我做的，我不能吃。哦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那是小心思，我知道。就你那智商，你也不想想，你考试谁帮你过的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因为后来太困，我也不至于被莫七儿关到那个琴房里。那我是不是也弃考去帮你？那算扯平。哎，这怎么能算扯平？我现在可是病了，根据我妈的合同，你是不是得？好，我保证，以后呢，与你的距离不会超过1米，行了吧？可以。每个女孩一定都幻想过跟自己的白马王子永远在一起，两个人没事一起晒晒太阳，海边漫步。可实际上，跟王子八字还没一撇，反而成了王子的妹妹。初夏，宝贝。阿姨，我好困。叫我什么呢？干嘛？幸运的是，我慢慢被送进了最好的疗养院，我还得到了另一份母爱。不幸的是，
从骑马到击剑，厨艺到插花，一个个不属于我的课程出现在了我的暑假生活里。真漂亮。初夏，妈咪呀，答应你妈妈，一定把你培养成一个最优秀的女孩。等着开学以后啊，看谁还敢说你配不上七路，只有七路啊配不上你。今天啊，咱们先学插花，下午呢学礼仪，晚上呀学啊，干嘛？我能不能休息一天？不可以。今天饭不好吃，重要的不是吃饭，而是吃饭的人。自从你妈有了初夏以后，连里边都没有我这老公。自从初夏跟了我妈以后，眼里也没有我这个男朋友。你这未来的媳妇儿抢了我的老婆。哎，明明是你管青莲，你应该自我检讨。你这臭小子，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爸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。这插花呀，其实和做人一样，讲究互相借势借力。独木不成林，一枝花也不能独秀。你以后多看一些传统的水墨画，去感受一下画中的意境。初夏宝贝啊，加油哦！为了七路，我会加油的。爸，啊？干什么啊？咋咋呼呼的？爸生病了，住院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呀？去看看呀。初夏宝贝啊，我能陪你了啊。注意安全吧。啊。来，老师，我妈今天有事，要不课先上到这儿。啊，好，可以。辛苦老师了，谢谢。叔叔怎么了？我们去看看。哎，没事，心病不用管他。这还不是因为你天天霸占我妈吃醋了呗？最主要的是，你不是向我求救了吗？我得来救你。那你这招也太损了。那你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吧。那我给你做好吃的。真的假的？我会，走。真的假的？走啦。你确定？什么意思？确实不错。这几天厨艺课没白学啊？但是吧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做好，然后这个好像少放了一点酱油，这个炒的也没有很漂亮，这个好像油有一点多。配不了。要学好这些，才能不给韩家丢人。其实你不用做这些。原来的你，哦，齐路，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那你这个菜确实有点油了。有点油啊？我看哪儿有点油啊？是这一块最油，对不对？油吗？我其实这次来，是来跟你们告别的。这里没有人需要你告别。安初夏，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夏小姐。我现在反而开始有点羡慕你了。韩七路，我准备出国了。
祝你们幸福。谢谢。他们家的事解决完了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他爸呢已经把工人的遣散费都还回去了，利息也是，所以一切还好。其实我觉得他挺可怜。他可，我更可怜，好不好？你哪里可怜啊？被你喂了一嘴辣椒，我哪里不可怜？那怎么办嘛？那咋办嘛？那我再给你把这下马。七洛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你俩订婚时候不紧张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其实吧，一开始还真有点紧张，不过后来想想，我喜欢这么多年的女孩，我终于把她追到手，我干嘛还要紧张呢？我欢喜还不够？谢了，兄弟。说这个吧，我只是想很郑重的告诉你，感谢你对我的未婚妻之前毫无兴趣。你这订婚悄无声息的，还不打算告诉我？对了，你跟初夏现在什么打算？什么打算？我和他现在挺好的呀。我妈呢，专注于养女儿，我进了我爸集团实习，早日替他分担工作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什么？晨晨，紫薇。晨晨，你看，这是他们的婚纱，漂亮吧？还行。哎，我再给你看一个，你看我们的订婚场地浪不浪漫？哦，还有这双鞋啊，可是陈晨自己亲自设计的。他这意思？喂，韩七路，你知不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仪式感很重要的？哎，你可真是太笨了！还好我及时喜欢上了程川。程川，那我先去找初夏了。初夏，我跑了。没救，韩七路就是没救了。我选择躺平白了。那不行啊！你振作起来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你想怎么帮？韩七路，那个，我跟你说一说那个仪式感吧。我知道。你总得让我想想怎么办好这个仪式吧。我还没说。哎，爸，看到管家了吗？我找他有点事。没有。哎，儿子，来坐好，来，跟爸爸吵吵。今年结婚纪念日给你妈送什么好呢？你肯定是被我妈胁迫。初夏是个好女孩，你要学会好好珍惜。那是自然。那我先走了吧，找管家有事。好，早休息啊。傻孩子，不开窍。我可是试过了，失败了。唉，他不开窍啊。我们也没成功。哎呀，我这个儿子也不知道随谁了，这么木。你看我干啥？我可是求婚、订婚、婚礼、结婚纪念日，样样没落，都给你办了。你还说呢？今年的蓝色情人节你就忘了？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这就够了。表白只是个形式，不重要。今天的搭配课啊，学得很好，你以后啊要多穿这样的衣服，真的很漂亮。谢谢妈妈。
初夏，我第一次遇见你，我就知道我们是命中注定。希望韩七路这边快点好。我真的爱上你了。可以嫁给我吗？买大了。我喜欢。韩七洛，你知道我等今天等了多久吗？我会静静地守护着你，做一颗星，闪耀在你的孤单岛屿，等某一刻回忆。你心底的谜底，我或许是谜底，环绕般近距离，变成了同一种默契。我听见了声音，是比心好心跳的频率。我知道你暂时说不清，我可以等你慢慢的靠近。